冉青，你怎么来了？神域已碎，你收手吧。收手？我早就学了千秋万代之手，你毁了于有如何？你不能死，我要让你亲眼看到我统一万族，开创6界。杀了我，得了你的天下，你就得偿所愿了吗？你说过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离。如今，你终究是失约了。如果能回到当初，我还是想遇见你，只是我不希望一切如这般发生。可是都没有机会了。我爱过你，不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失约的，冉青。等我可以改写我们的结局。你为什么不躲？为何这般看着我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一直仰慕冉青上神的威名，今日一见，不觉看呆了。我知道冉青上神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慕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我叫慕寒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慕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我叫慕寒。你不记得我吗？冉青，原来慕寒便是玄烨。你接近我，只是为了得到七曜神玉。
为什么？任清！仙神皆允，我已统一6界，爱情与天下，我都不可能会放手的。冉青，你杀不了我的，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帝后吧。据说这怨刃之刑有9981道，每受一刀，就如同多了一次升仙之阶。岂止啊！怨刃入体会分而化之，将皮肉筋骨全部切开割碎，内里被碎尸万段，只剩皮囊完整无缺。应渊，只要你肯认罪，和盘托出你是如何与魔族勾结，念在你往日的战功，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话该是我说给你听。等下行刑时，你别看，你别怕，死不悔改，用刑！且慢。小花妖，你是想劝应渊认罪伏法吗？无罪之人，何来劝说之理？他若是蒙冤受刑，女身在此，我又岂能独活于这世间？今日，我便要和他一同受刑。严旦，哼哼，真是一对情真意切的璧人呐！好，今日午就成全你二人。你受不住这刑罚，真是个傻子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天帝，你为一己私欲，挑起3界大战，罔顾生灵，不配为仙，更不配统领3界。放肆！纵今日我二人身死，天道不亡，列作正仙，绝不可任此罪孽滔天之人再颠倒黑白。严旦，
怎么样？还守得住吗？嗯。好。翠色的回忆是月落如霜，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催眠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。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，别怕，一吻岁月凉。洗尽闲尘仍有，只是看着痛罢了。轮转中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感你为我剜心手心之时，一定也很痛苦。不要哭，不哭。整整80道怨人，他们居然还活着，难道真是命不该绝？作为战神，这点本事还是有的。不过这第81道怨刃来自九幽深处，其威力胜过前80道之和。就算上古天神现世，也必灰飞烟灭。影渊竟然用怨刃击破了天门，走。严丹，姐姐，这是血藤丹，可助你们调理心脉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手怎么这么凉？我无事，你们快走吧。好。你们
没事吧？我是来助你们的。姐，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。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回来啊！姐，姐。姐，我求你，我求你回来，姐姐！姐，回来，姐！快走！颜淡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，在升仙阶前，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八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九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把仙血全都收集回来了，我的惩罚便是芷溪跟颜淡从此以后再无生离，只有死别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颜淡，是我。进来吧。
颜淡，对不起。若我没有替天帝做伪证，你们不会遭逢此难，直系仙子也不会牺牲。我因一己私欲伤害了你们，此事万死莫赎。待救出玄香，我便向你们谢罪。就算没有你，天帝也不会放过我们。你为了我们也受了伤，你没事吧？经历这么多，你还这样关心我？颜淡，以后我可以做你的姐姐吗？我想替芷溪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仙魔大战中，我曾亲见，甚至亲历了无数生离死别。世人皆有一死，但在生命逝去的那一刻，感受却是大不相同。其实，能为心爱的人死去，亦是幸事。我认为爱是天长地久的陪伴，是无法割舍的牵念。若能够欣然接受这种幸运，怎么能配称之为爱呢？你说过，只要我帮你，就将我的功绩报上去。为何此番天机阁应试入选的人是你？小小鸟族，与稳固神庙的鲛人族乃一路货色，只配做打扫仙室。尔等卑贱出身，怎比得上我天生人胎的仙族？为我所用，是你的福气。长师同我说过，禽兽小族登不得台面，用作跑腿嘛，倒甚是顺手。其实啊，长师从未考虑过晋升你。既然被你看到，如何处置？悉听尊便。以出身论人者，死有余辜。既要毁尸灭迹，便应该做到天衣无缝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很像曾经的我。世间每一种爱是不一样的，你怎能断言这不是爱呢？陶姐姐，柳维阳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与你团聚的，你们不会再受生离之苦。其实这几日，我想独自去寻玄香，只因昭兰的阻拦未能成行。他设下的结界，切断了南海与天庭的一切信道。也许是担心我打草惊蛇吧。昭兰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天帝在外面布了天罗地网，外面很危险。你要记住，只要你好，柳微阳自然也会好。我听闻此结界乃云墨所创，可南海这样大，真的能保证毫无破绽吗？云墨好歹也是个九旗，他设下的结界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此便好。可久居南海总不是办法。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现在没有心思想这些，等云墨醒了以后再说吧。
雨墨哥哥，雨墨哥哥，你别再伤害自己了。这世上没有水浇不熄的火。水熄火，火融冰。水火自古不相容，唯一的例外，便是九旗的水火之力。我要尽力，让我的火灵被水浇不灭，方能与水灵合二为一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可你如此急功近利的修行，每每历尽艰辛，才修炼出一点成果。这些冰浇下去，你将从头再来。雨墨哥哥，不若徐徐图之。本来九旗的火灵就没有那么容易修炼出来的。放在以前，修炼个几百年又有何妨？可现如今，大仇未报，门外强敌虎视眈眈。我需尽快修出火灵，重获水火之力，这样才能攻克强敌。芷溪，她是个好姐姐。雨墨现在怎么样了？雨墨，她已经好多了，再过几日便可痊愈。你呢？你的伤势可有大碍吗？多亏了芷溪的血藤丹，才让我护住了心脉，所以我才好得这么快。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废物，我感觉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以前在天上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小仙士，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插科打诨，每天靠你跟姐姐的照顾，无忧无虑的，总觉得有朋友、有亲人在身边，便已经知足了。而后来我学会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我每天很努力的在修行，可我发现我依旧什么都做不好。如果没有我，你就不会上天星台，雨墨也不会受伤，姐姐更不会因为我而死。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。小傻瓜，这一切的错都怪我。你再哭的话，就成小花猫了。你看，今夜不知我们在等待，也不知他在等待谁。
这么晚前来，又面带笑容，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吧。我们海豚耳力甚好，讲悄悄话是会被听到的哦。其实我是在给姐姐庆祝生辰，姐姐从小就喜欢看烟花，我们约好每年生辰的时候都要一起燃放。你们的生辰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你姐姐呢？姐姐嫁去北海了，自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能和对方一起庆祝生辰，但每年姐姐生辰我都会来海边燃放烟花。我们海豚是四海里最耳聪目明的妖精，无论它在哪里都一定会看到的。无论在哪儿，距离有多远，真的能够看到吗？就算眼睛看不到，心也会看到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是姐妹嘛，就算分隔得再远，心也永远在一起。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跟姐姐约好了，要一起看接星星大典，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把姐姐丢在了天上，我言而无信了。姐姐一定很怪我吧？姐姐还会回来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姐姐了。你在凡间时看不到窒息，但是他在天上始终牵挂着，如今也是一样。窒息一直都在，只要你想，你们便可以一起看每一场星星雨。姐姐，是你吗？你也和我在一起看吗？只要你心中记挂着他，他便无处不在。从此星星是他，花海是他，漫天飞雨也都会是他。窒息护住了他自己最爱的人，四野邯郸，宁折不弯，哪怕被人遗忘，也绝不陨落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你姐姐失望的，对不对？姐姐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姐妹，到时候我做姐姐，你做妹妹，我来保护你，让你一生无忧无虑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替你活下去的，姐姐。
云墨殿下。龙尊，此为何意？云木哥哥，九岐一族历来是水族至尊，四海深慕大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日，四海龙宫，各位水族长老齐聚此处。我们商议过了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对付谁，甚至整个天庭，四海水族任凭调遣，绝不退缩。四海水族听凭调遣，为九岐而战。诸位快快请起。这是为何啊？难道不同意吗？赵兰，诸位，此番我被天庭追捕，全凭南海尽心护佑，我才得以安全。过往之恩，我们可以不必再提。诸位的心意，我代表九岐一族诚挚谢过。云墨哥哥，接下来我所行之事异常凶险，我不可也不能让水族臣民陷入危险之中。云墨哥哥，这本来就四海水族安存于世，便是我九岐一族最大的心愿。如今天帝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在破此危局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一个人。陶子期。没错，你记不记得，之前在神霄宫的时候，我们撞见他疑似向外传信，而且他口口声声说心系柳维扬，可从来不佩戴他送的耳环，行为举止非常的怪异。我总觉得他对柳维扬的感情并没有那么的真挚。我去问过他，关于他和柳维扬是如何被抓，柳维扬被关押在何处，他回答的滴水不漏，但是他却过于冷静。若真想救人的话，定会回忆各种细节，而不是不断的指责自己，拖累了他。没错，陶姐姐虽然会经常来看我，跟之前的表现也并没有异常，可她对南海结界还有我们的打算，非常的关心。之前在天星台的时候，我便有所怀疑，她为了自己的爱人投靠了天帝，那为何最后又不顾自己的爱人出手相助呢？她如此行事，岂不是里外不是人了？对他既有怀疑，为何要救他离开？若陶子期是友，我们为了柳维扬理应相救；若他是敌人，我们把他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便是仁政，是日后揭穿天地有力的筹码。可陶子期若没问题的话，柳维扬一日未被救出，他便有可能再次投靠天帝。所以我们日后行事，谈话更得小心谨慎，免得让他有机可乘。那日天星台大战的时候，你突然攻向天帝的腰间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他的腰带被刺破后，那里透出寒光，发出兵刃相接的轻音。我认得那把腰中剑，那是齐都星君缓亲的贴身武器。可天帝为何要佩戴已逝星君的佩剑？我曾试探过，有一次天帝不慎拂落了我棋盘上的棋子，却能不差分毫的还原。但只有懂棋之人才能做得到。但天帝他不通棋术，又从不饮酒。如今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没错，变了一个人。之前姐姐也这样说过，说天帝自从仙魔大战之后性情大变，之前的他严肃古板，而如今他不但一再变更天条律法，甚至连刑罚都放松了，还设宴与众仙一起同乐。你们说，天帝会不会已经不是天帝了？既然那个神秘人会傀儡术，那天帝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
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天帝。我自幼受帝尊教导，之前一直不理解，心怀天地的他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贪功嗜杀？他已身居尊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去残害各位帝君，更没有理由来杀我。如果帝尊是以傀儡术假扮的，就都解释得通了。可真正的帝尊，他去了哪里？难道应渊，此人知道九妖的运行规律，并且贴身佩戴妖中剑，还通晓奇术，你不觉得他跟桓清很相似吗？金蝉翼放在步星亭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，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放的？桓清已死，我检查过他的心神，而且他的心灵也丢失了。天帝极有可能不是天帝，那仙身也可能不是桓清。我们都知道你跟桓清的感情，我们也都不希望那个人就是他。那人在神关林，你确定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检查过了吗？还没有消息。回帝尊，下界都已经搜遍了，夜兰山人去屋空，我们在北海一带找到了玉云州，但将北海彻查，还是没有他们的下落。玉云州停在北海，只不过是声东击西的小伎俩。陶子期呢？还没有消息。还没有消息，那就是被困住了。把太优找过来。是。为何一直不告诉我，应渊就是少主，还要杀他？别忘了，你曾发誓永远效忠尊主，复必修罗全族。我是在帮他，他沉迷于情爱，怎当大任？必须经过磨砺，方能接过父族大业。那怨刃之刑差点要了他的命，你怕是根本不想富足，只是想利用我们实现你的野心。你的真身在何处？你当真生了凡心？枉我这么多年来一直信你，听你使唤。就算你修得乾坤引又如何？应渊身怀尊主血脉，你敌不过他的。参见星君，这些都是我们燕望川新主精心挑选，送入神关林的祭品。吓到星君了，请星君降罪。不是你们叶望川怎么回事？连鱼都造。回星君，这是我们叶望川极名贵极珍惜的3尺礼。
行了，你们走吧。放行。我没事。一藏，多谢你了。天兵排查如此严格，若不是你帮忙，恐怕这神关林我们也进不来。咱们做了800年的朋友，你开口，我自然义不容辞。况且，从前冥王暴虐成性，多亏了银元帝君出手制裁，我们叶望川众生一直记挂这份恩情。众善缘结善果，过往种种，不必再提。3位去探查吧，我守在入口处，定掩护各位安然下界。多谢。是不是他？一会儿便知道了。是新月形状。芷溪曾经告诉过我，在创世之战当中，帝尊为了拯救上古彝族血鹰，曾用神器新月刃剜下了自己的血肉卫鹰，血鹰一族才得以保存。可他身上的伤口却永远无法愈合，形状宛如新月。这是帝尊割肉卫鹰留下的疤痕。这具仙身是他。天帝的仙身被人施了傀儡术，假作还清藏在此处。如此看来，真正的天帝恐怕早就已经……那么现在的天帝就是还清本人了。究竟是何人，能如此瞒天过海？修复结界那日，帝尊曾抽出一缕元神阻止我入魔。如今仙身还在，元神尚存，我一定可以将帝尊复活。若帝尊能够被救回来，那还清的罪便可以招人若阶了。帝尊，帝尊，映月，吾守护了一生的秘密，你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是还亲吗？原来是我错信了他。从一开始，这一切都是我知道的太迟了。奸人狡诈，这不能怪你。你是一个称职的帝君，如果你母亲在世，会很欣慰的。我母亲？不错。这9重天上，为何只有你一个人可以修补上世元尊留下来的天魔结界？因为上世元尊冉青，就是你的生母。刃魂剑来！你母亲自爆元神的时候，震碎了玄烨的转息轮，转息轮的碎片就藏于刃魂剑中，其中保留了一丝残意。你母亲
与玄烨的恩怨过往，便在其中。修罗族屠戮他族不义不公，若尔等再不停手，便是与我神族为战。没事吧？多谢相救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怎么会自己在这里？我出生后便阖家丧命，四处流亡。我没有名字。冉青，修罗族挑起战火，那是迟早之事。此子身份不明，怎可长留于九重天？他生于祸乱，家人聚散，身份自然无人可证。我已探过他的妖缘，只是个灵力微末的妖族。若把他放回蛮夷，怕是必死无疑。修罗族士兵所到之处，从无活口。他如果真的灵力微末的话，怎么可能活着等你去救他？我赴战场便是为了救人，若因怀疑、怯懦，罔顾一人性命，谈何慈悲？冉青，好吧，我知道你宅心仁厚。这样吧，我传他些许神力，让他足以对抗普通的修罗族士兵，这样总行了吧？让他下界吧。能留存性命已是万幸，我不会得寸进尺贪图神力。冉青上神本是好意，我不应该让你为难。对了，这是给二位上神刚刚泡好的茶点，请二位慢用。上神，帝尊，小心啊，没伤到吧？没事，是我自己没有端好。帝尊，是我鲁莽了。这段时间，多谢上神相救，我愿即刻动身下界。
冉青，你如愿了，别人逼我，你也入室。我刚才根本就没有碰到他，他在做戏。他伤势未愈，我送他下界。那我与你同去。不必了，仙神两界还需要你诸多照料。普天之下，尚无人能伤我分毫。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是上神，我是妖族，我们终有一别，你不用太在意。修罗族野心勃勃，几次三番前来挑衅，所以那些仙神才疑心甚重。你别太放在心上了。你身怀天下安危，当以大局为重。只不过我常见你，彻夜讨论兵事。我本想着，或许能帮你些什么，只是没有这个缘分了。若是我能在战争中活下来，你来妖界寻我做客，为我取名可好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是神族人。杀了他们，可悉得万千灵力。我修罗大军驻扎于此，今日你们必死无疑。上！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掌？你明明知道，以我的神力，他们伤不到我。即便如此，我仍然担心他们会伤了你。你救过我一次，我应当还你一次。他们大军应该就在附近，你快走，不用管我。我带你去疗伤。多谢，你又救了我一次。七曜神域仙力所附，一定会无恙。在此好好休养一番吧。这里是我的清修之地，每逢花期，百花盛放，甚是美丽。只可惜我多年忙于政事，从未好好看过花。让我试试，或许能让花期早至。啊，我是树木所化，能逆转花木的生长周期。
百花齐放，春意盎然，果然是不错。花开之美，在于等待的诚心。正如不经冬寒，难知春暖。景色虽美，只可惜我还有事要忙，要先走了。你常说你忙于政事，久未看花，倒不如在这里欣赏片刻。待过暮寒，便知春盛，就叫你慕寒，可好？暮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甚好。甜吗？嗯。哎，你看。我在这里住了多日，不敢再过叨扰了。这段时间过得可还开心？什么意思啊？你要走吗？往日皆是，不可沉溺。我们也应该告别了。若我偏要沉溺呢？
流星虽美，却转瞬即逝。不知今日美满，是否也会如此？哈，对了，你可有镜子？世事易变，正如星起星落，月圆月缺。若有一日你后悔遗憾，至少可以看看这镜中之镜，一如往昔，我们永不离散。不管尘世如何改变，你永远是我的父。永远都是。神域为何？永夜宫，果然是你，玄烨。然清，我还是喜欢你叫我慕寒。你察觉端倪，想来是用了假神玉。那你可否受伤了？需要用它？休在惺惺作态。往日种种，皆是算计。你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偷盗神玉，屠戮弱小，实现你们修罗族一统天下的野心。我族命途短顺，即便神力盖世，仍难降服各族，所以我才借神玉一用。但我心悦你，绝无半点的虚言。天下爱人，我都不会放手。可笑！我错信过你一次，绝不会有第二次。是我不辨忠奸，养虎为患。今日我必当亲手铲除货币，以赎己罪。没用的冉清，如今我已拥有了七曜神域，永夜宫已经登峰造极，转心轮更可以逆转时间。无论今日之战是何结果，你都杀不了我的。莫再执念了，小心伤了你。敌族之妻，亲夫之叛，我伤的还不够吗？既然如今真相已经戳破，
你又何必再虚情假意？等我成为天下尊主，人愿与你静待花开，你便知道我的心意不假。等我。冉青，你怎么来了？神域已碎。你收手吧。收手？我早就学了千秋万代之手，你毁了鱼又如何？你不能死，我要让你亲眼看到我统一万族，开创6界。杀了我，得了你的天下，你就得偿所愿了吗？你说过，我们永远都不会分离。如今，你终究是失约了。如果能回到当初，我还是想遇见你，只是我不希望一切如这般发生。可是都没有机会了。我爱过你，不会后悔的。我不会失约的，冉青。等我可以改写我们的结局。
为什么不赌？为何这般看着我？我们认识吗？我一直仰慕冉青上神的威名，今日一见，不觉看呆了。我知道冉青上神一定会来救我的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暮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我叫暮寒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自己一个人在这儿？暮寒舞红炉，春盛染青梅。我叫暮寒。你不记得我吗？冉青，原来慕寒便是玄烨。你接近我，只是为了得到七曜神玉。为什么？冉青！仙神接云，我已统一6界，爱情与天下，我都不可能会放手的。冉青，你杀不了我的，别再执着了，做我的帝后吧。执子之手，方知岁月不暮。我不会再错了。那就让我们一同沉溺，星河灿烂，岁月流转，朝朝暮暮，永无尽期。转系千变，眼无天下与你双全之法。这一次，我定要与你白头到老。好美的云霞呀！
雪夜说我日日忙于公务，错过许多天光。我卷一片云霞，带回去与他共赏。尊主，南方战场传回捷报。不要松懈，乘胜追击，务必在上世元尊出无双镜前统一6界。统一6界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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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铸下大错，竟相信玄烨为我隐归的许诺，被困无双境所造的幻境数月，暂时拖延不得，这个孩子便交给你了。好。轻生孽障，我本应以命相赎，谁知腹中已经有了他。稚子无辜，你给他一个新的身份吧，切不可让人知道他的身世。我已在他身上下了咒，只要魔纹不显，修罗族人不会察觉他的存在，分辨不出他的样貌。乾坤印于永夜宫，他也练得炉火纯青，再加上七曜神域和无双镜，玄烨现在的神力深不可测，你一个人应付得了吗？放心，我亦与从前不同。万一我回不来，仙神两族就交给你了。切记，从今往后，天条重立守戒，9重天各仙神不得生情，违者刑罚加深，认错方休。放心吧。这个孩子，这条天规，我必为你守护。染月宫是我新创的仙术，可无论我出何招式，你都能应对自如，仿佛早已见过。玄烨，你是不是对我用了转息轮？既然被你猜出，那我也就不隐藏了。冉青，若你我之间只能活一人，那结局永远无法改变。别再执着了，放手吧。过来。你为了一次次杀我，竟不惜耗费寿数，逆转时间。我每次都是为了救你，而你每一次都是为了天下选择牺牲。这一次，我要将你困在无双境里，永远不会让你死在我的面前。我是上世元尊，使命便是守护天下苍生。无论你如何阻止，
都改变不了。玄烨，你口口声声说爱我，可为何你不放弃自己的野心？你别跟我说这些。一次次的时光逆转，逼我认清了宿命二字。你不过也放不下你的使命，我也放不下我的野心。热情，只要你愿意，我们可以一起共享这个天下。哪怕只要你愿意一次，结局就可以改写。世事易变，人心难改。你我皆把天下看得比情爱更重。承认吧，玄烨，你我生来就是仇敌，不死不休。任性，这一次我又输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哪怕万死，我也可以回到最初。总有一次，我能骗你一辈子，和你白头到老，共享天下。你别强了，你为何能抵挡住永夜之功？因为我已经拥有了你的修罗血脉。应渊，记住这个名字，这是你儿子的名字。热情，你怎么还是这么倔强？陨灭之后，无视了法咒在刃魂剑上，不让他说出你的身世，并且将其封印在地崖之中。往日皆是，不可沉溺。没想到一语成谶，竟成了他们二人的宿命。这只是玄烨一个人的宿命罢了。执迷不悟，从始至终，都只是他一个人。先生不可有情的天规，竟然是母亲定的。原来帝尊一直教导我，恪守此规，绝不容犯。谢谢帝尊告知我生从何来，母亲守护的三界，我定能替她守住。我要将你复活，揭开还亲的阴谋。不可，还亲无法摧毁吾的仙身。只因吾的元神留了一丝在你体内，还亲无法真正的杀死吾，所以只能用傀儡术扮作吾。应渊，你继承了玄烨毁天灭地的修罗血脉，如果一旦失控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有吾的元神可以将其压制。还亲可以走到今日，不是一个人，
他背后的势力不容小觑，能够还三界平安的，唯有你。应渊，吾不惧死，但创世之战的炼狱之景，绝不能再现。我怎能将我之生立于帝尊的性命之上？应渊帝君生，三界方不会覆灭。应渊，不要忘了你母亲的遗愿，为吾，为你的母亲，守护三界万灵。应渊，记住了。帝尊对于应渊来说，情谊深厚，如同父子。他如今知道了，他最亲之人是被多年好友所杀，定是痛彻心扉。哪怕是上神、帝君，也躲不过造化弄人。你是何人？修罗族大祭司灵江，参见少主。属下来迟，望少主恕罪。属下受桓钦蒙蔽多年，一直不知道少主您的真实身份。可恨那桓钦，身为修罗族人，竟会设计伤害尊主的儿子。什么？桓钦竟是修罗族人？可书上说，修罗族只有内丹，并没有仙根。那桓钦是如何修得仙灵、仙阶加身的呢？创世之战前，我们已经相识100年，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异样。桓钦是尊主最为得意，也是最隐秘的一枚棋子。参见尊主。种植仙根，需将你体内的修罗内丹击碎，还需将你全身的血液抽净，替神族之血。若不能成功的话，那便是死。要是能成功的修出仙灵，那么你也就是废人一个。桓钦自请前往九重天，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为五祖大业，百死不悔。很好。桓钦竟然如此隐忍，怪不得能在天界潜伏万年。我和他并肩多年，他从无二心，竟然没有想到，他这场戏瞒过了所有人。所以你们尊主离世之后，修罗族一直是你们在掌管。是。当年我族败退，属下心有不甘，安顿好剩余的族人后，便去找桓钦，共图复族大业。当时桓钦还未被封为星君，他一再退缩，不敢担此重任，他将我藏了起来，说是容他考虑几日。过了几天，他拿回了一块百炼钢，说是此物让他下定了决心。
炼钢，原来他始终耿耿于怀。落叶之泽，沾衣是苦。桓钦，任你如何气势如虹，吾族依然是最后的赢家。我带你回去。你昏迷以后，应元军去了修罗族的血洞祭坛，九死一生取回了他们的至宝生骨石。这生骨石修复躯体需注入大量修为，可惜我根基太浅，想帮也帮不上忙。最后是应元军耗费了自己大半的修为，这才帮你把手接好。应元，谢谢你。我还以为我要做一辈子残废了。你我并肩作战多年，你已经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何况你为破敌断手，就算没有私情，我也会这么做。你这一掌断得不亏，自和修罗族开战以来，能成功斩杀修罗族大长老的，你可是第一人。听说帝尊近日就要册封第4位帝君，要带着4大帝君一起攻入修罗王城做最后的决战。这个位置肯定是你的，你就要名留仙史了。桓钦接旨。号称天极，奏禀八方，先君桓钦统领天兵1000载，有万夫莫挡之勇，立下不世战功，振兴甚慰，6界幸甚。即日起，禁卫自封冀都星君，掌部兴亭，司州天星宿。谢帝尊，桓钦定当尽心尽职，不负帝尊厚望。帝尊挂念星君，还特赐了一样宝物。百炼钢，此物至坚至柔，炼成法器，可得万种变化。帝尊将它赐予你，可见对你的爱重。承蒙帝尊厚爱，桓钦喜不自胜。一个人喝闷酒呢？白白浪费你的仙力替我续手，恐怕帝尊以后再也不会让我领兵了。哎，听闻你刚封了帝君，恭喜啊！帝君啊，可否陪小仙喝一个？你体内怎会有修罗之气？难道你在血洞祭坛里被修罗鬼面蛛咬了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！寻常人如此早已暴毙，为何你的血液中仿佛在压制着他？难道你是修罗族后人？桓钦，其实我的母亲是一名曾被修罗族蛊惑的无辜小仙。你为我以身犯险，才导致身份暴露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将此事说出去的。不过你在敬畏帝君之时，要与天地立命，
届时你的血缘一定会被发现。帝尊治世严苛，一定会杀了你的。月渊，你还是快走吧，我护送你离开天界。桓钦，帝尊知道我的身份。他知道你是修罗族人，怎会容你至今？还封你做帝君啊！帝尊说，有此血脉，更当竭尽全力为天界尽忠。玄烨死后，他便与修罗族断了联系。桓钦这个暗棋没了主子，变成了废子。他或许曾经想过就此做神仙，这才拼了命的为天界出征。奈何帝尊青睐的人并不是他，他有一腔做帝君的心，怎能耐得住不兴挂月的寂寞？当年他知我血脉，仍当我是朋友，我一直心存感激，视他为知己。现在想想，他出身于修罗，心中滋味定是复杂难言，这一切也便化成了恨意。少主，桓钦此人不足为惧。既然我已经找到了您，那么沉睡万年的修罗族随即便将苏醒。你打算如何做？只要您将压制血脉的天地元神抽出，释放您体内的修罗神力，当年死于创世之战的族人们便有复活之日。你都已经知道了。是。仙魔大战，桓钦吞噬了天地仙灵，却始终无法将其彻底杀死。当我得知您是尊主之子，我终于明白，这么多年来您一直无所作为，竟是被天地所压制住了。属下等这一日等了许久，想不到尊主竟有血脉存留，当真是天命所归。少主，您放心，修罗族全体族人定会像供奉玄烨尊主一样供奉您，不日，您便会修得无上神功，为修罗族重振荣光。少主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你记着，我永远不会是你的少主，我是青离帝君应渊。傀儡术是魔族秘术，外界知道的人很少。我们要想揭穿伪帝的话，必须先找到柳微阳、陶泽七说，他们被分别关押在某处，但是现在根本没有线索。愿意放弃仙籍跟邪神在一起的人是他，对天庭御赐的紫焰簪十分珍视，日日痴望的人也是他，眼中相思无误。可我总觉得这里面透着一丝的古怪。是时候该弄清楚他真正的身份了。我有一个办法。龙尊，龙尊，怎么了？我听说于墨哥哥他们回来了，可是出什么事了？龙尊，您不能为了于墨殿下罔顾南海子民的性命啊！您用结界封闭了所有通道，令南海无法向外界传信。但很多水族的亲人在天庭服侍，如果久收不到家书，南海的异常一定会被天庭察觉的。你说的不无道理，但是于墨哥哥无处可去，我不能赶走他们。这样，你悄悄就告诉那些有亲人在天庭的水族，每日辰时，让他们把家书放到天河。届时，我会开启天河的结界，
让他们的家书顺着天河送到天庭，消解天界的怀疑。切记，此事一定要做得隐秘，要找信得过的人。是。去吧。雨墨哥哥让我试探你，没想到你这么急不可耐。你真的和天帝在勾结？你到底想做什么？这信你送不出去。我是心急想救玄香，所以传信给昔日天庭的姐妹，想让她们帮忙。你认为我们会信吗？纵然你有千般苦衷，或是受制于人无法开口，若你真的爱柳微阳，他如今生死未卜，唯一能救他的就是我们，你为何还要将我们置于死地呢？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害你们。进入南海以来，你们商议任何事情都逼着我。我明白，亦没有资格要求什么，但我担心玄香的心情，不比你们任何人少一分。无论你现在怎样辩解，我都不会再信你了。抱歉了，陶姐姐，现在必须要将你先关起来了。龙尊招揽，整个南海已被我天兵围得水泄不通。为了四海水族免遭战火，请速速交出天庭叛党。龙尊，天兵来了，他们围住了龙宫，说要搜查天庭叛党。可以啊，书信已毁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真的不是我。你别再装了，你真正向外传递消息的方式，并非是那封信，对吧？我们给了你可乘之机，并不是因为你表演的无懈可击，而是因为哪怕我们怀疑你，我们也不愿意伤害曾经的朋友。他不会轻易承认的。我们得立刻离开南海。天兵突然发难，定是得到了我们的准确信息，不找到我们，便不会罢休，断不可祸及南海。赵兰，你是龙尊，如果发现我们在这儿，当以四海为重，知道吗？明白。云墨哥哥，南海有一密道可通往外界，不过带上他吧，无论他是不是伪帝的人，如果丢下他，我们就彻底失去线索了。你们先走。走。等一下。怎么了？这条路久许回肠。陶子期，为何总是有追兵跟着我们？若非昭兰提前告知的话，我们都会迷路。这也太不合常理了。陶姐姐，你刚才为何要替我挡这一剑？本能而已。谢谢。不过，我怀疑你这个伤口有蹊跷。原来如此，他中的剑带有追息香，会暴露行踪。陶子期，你曾经亲历仙魔大战，不可能不知道此物吧？
你们怀疑是我故意引来追兵吗？倘若中间的是颜旦，一样也会染上此毒，我何必多此一举呢？倘若你们不信我，把我扔给天兵便是。我宁愿一死，以证清白。想得美！放你回去，岂不是放虎归山？你现在是一条线，线的那头连着天兵，只有杀了你，断了线，我们才能走得出去。不可，他线的另一端是柳维阳，若是把他杀掉，无法向柳维阳交代。况且昔日仙魔大战还有很多细节没有调查清楚，他是当年的亲历者，他不能死。现如今，我们还是赶紧找到出口，先出去吧。这鼎炼了万年仙丹，克制一切水火，能破上神仙防，不好对付。这伪帝还真瞧得起我们，居然为我们定制了法器。再这样下去，周身一旦损毁，将会四分五裂。颜旦！这次换我来保护你们，走！快回来！我们必须掉头回去，来不及了。天兵抓走了颜旦，会立刻回去复命。我早就看你有问题，我就应该杀了你。若不是你引来追兵，颜旦也不可能被抓走。如果能由我自己换回的，我一定头也不回地跳下去。云墨，你现在杀了他也于事无补。越是这个时候，你越要冷静。一旦冲动的话，颜旦只会更危险。醒了。早就听说颜旦姑娘的奇艺，冠绝三界，今日终于有机会和你对弈了。这是应渊兵书上的最后一局。你想利用我破了此局，来防范应渊的调兵布阵，对吗？听颜旦姑娘的语气，似乎把吾当成了敌人。政见不同，方可成为敌人。你2次叛主谋私，背负了无数血债，你是3界共仇的罪人，修罗族还清。不错，我还清是3界的罪人。那应渊呢？他可是3界的功臣，他2次背叛你，叫你生不如死的时候，置你于不顾。那他这个功臣和我这个罪人，孰优孰劣？我与他之间的事情我都清楚，他从来没有负过我。今日我在这里，也是自己的选择。倒是你，除了对得起自己，
还对得起谁呢？你究竟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威胁陶子期，宁愿放弃自己的性命也要帮助你的？吾从来没有威胁过陶子期。好了，不做口舌之争了，猜一猜，这个棋局孰胜孰败？这样吧，3界为盘，你命为棋，说不定这次应渊，他会心甘情愿的败。真有意思，我帮你做你的春秋大梦吧。你个孱弱的莲花精，还妄图杀吾，真是自取其辱。可就算像我这样的莲花精，我也看不起你。我至亲皆是你所杀，此仇不共戴天。你的至亲是吾杀的吗？九旗灭族是那个天帝亲自下发的命令，北冥仙君到战场也是那个天帝调派的。只惜，若不是他要相助应渊，我又何必杀他？你只不过是在为你的利益狡辩而已。吾的利益创造了3界的福祉。你终于承认了吧？你所做的这一切，并非是为了修罗族，也并非是心怀大义，你只是为了你的野心，还有你的地位。那应渊口中的大义呢？不也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吗？是，吾是修罗族人，可你千万别忘了，应渊是修罗族少主啊。他和你不一样，他虽然有着玄烨的血脉，可他从未行过一件不义之事。幼稚，燕丹，你只是个小小的莲花精，天下大义与你何干？如今我便是天道，你口中所谓的大义，只是一句屁话。请吧，如果你不下或者故意下错，天雷便会劈于你身，连续3子下错，棋局自会重设，困局不解，天雷不止。以你的刀啊，争不过100道天雷。桓清，你记住了，你今日的所作所为，恶有恶报，早晚会受到天谴的。可能要让你失望了。现在吾已在宫中备好了茶水，等着应渊过来，欣赏他的挚爱遭受痛苦。当年他的父亲为了一个冉青，致使修罗灭族。今日，吾便以你的命，断送他的一生。快哉，快哉！